从市场巷弄到华丽的人物姿态，从日常景色走入街头的瞬间画面，一台 GR 如何呈现出眼前的极致浪漫，感受着 Makio 对于 GR 的关键设置，解锁 GR 的拍摄魅力。凌晨4点，我来到嘉义的南田市场。天哪，这里也太多猫咪了吧！你们怎么都如此的可爱？现在我手上拿的是 GR3X 40mm 的焦段拍猫，距离刚刚好。夜间拍摄我都使用 TV 模式快门先决，最慢的快门速度维持在1/80秒。猫不动的瞬间，按下快门，就会得到一张曝光不错的照片。有猫躲在这里耶，好乖，还会看镜头。你真是超可爱的。这间店里面有好多猫咪哦。大哥你好，我可以进去拍猫吗？先来一张直拍，再来一张横拍。拍猫咪就是要慢慢的边拍边靠近。哦，已经在观察我了。左边那只黄猫看起来很自在，可以再靠近一点。天哪，这个角度很完美。小可爱，你躲在这里哦。天快亮了，树的背景是蓝色，加上路灯，好美。这只猫怎么这么会找光线？好暗，GR拍得起来吗？清晨的台湾传统市场是本次 GR 街拍计划的第一站，第二站是人像拍摄与访谈。结束后，我再去中山站街拍。很好奇 ，GR 整天的拍摄会出现几张令人喜欢的照片呢 ？Hello Fiona， 嗨，我是阿莫。你看我身上带了3台相机，都是 GR， 然后你应该认识吧？认识，认识。哇塞，这台是28，对，28英寸限定款的金色环都是28英寸。这个呢20，这个是21，对，这个是40，所以我们用 GR 拍照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使用28跟21拍人带景的照片。如果要拍人像的话，我都用40来拍照。那我想请教说，像你自拍的时候啊，你都会怎么去取你的角度？我习惯的角度是可能是侧面。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自拍有正脸、左脸、右脸各种不同脸的角度啊，它可能都不太一样。所以我听别人讲每天都不太一样，还是其实就固定某个角度好看的？我觉得会有几个角度，你觉得特别好看的角度？特别好看的角度这样子。我选那个 Fiona 自拍一下，她觉得好看的角度。好，对。然后要看，超好看的。好，所以一般来说这样的话，你在被别人拍摄的时候，你会刻意就展现你的左脸？我觉得会，因为你会希望说，可能马上可以让人家快点拍到好看的照片。所以就不自觉这样转。对。可是我们刚刚拍照的时候是属于水平式的，从侧脸、中脸、侧脸这样拍照。可是我们拍照的时候，还有一些仰角、低角度，其实拍起来脸的感觉不一样。我也蛮喜欢的。你也蛮喜欢的。对，因为如果只有同一个屏的话，就会觉得照片比较无趣。就是改变一些角度，就会变得不一样。所以往高拍的话，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往下拍的话，感觉会比较带到身体。可能会配一些动作吧。带到身体，带到背景这样。对，带到身体的背景。对。然后我想请你用你的感觉去拍，从高拍、中拍、低拍、自拍的方式。高拍就会拍到身体。好，很不错好，然后中拍吗？你根本就不用摄影师了，自己拍。好赞哦，超赞的！你的低拍超赞的。我觉得低拍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的。低拍真的很吃角度，很吃角度，因为你的下巴非常好看，所以低拍就不太会有这个。高拍就比较可爱。中拍就比较就是我一般的样子。对，一般的样子。低拍就比较有个性。对。所以我们刚刚从你身上学到了，拍照其实可以从右到左的试试看。对。然后角度也要从上跟下，所以其实我们拍照其实是在一个空间里面。
视角不断的变化。对，所以我要来换。好，好，5人高角度3。好，好，很好，中角度，低角度。以后我拍照都拍这个角度好。好，以后拍照拍这个角度就可以了，真的。就拍这个角度。你看，因为你这样，即使你这样从低往下拍的时候，你的下巴的线还是非常的好看。那我可以请你走一走，回头拍吗？好，走一走，回头拍超好看。我也喜欢。来，从这边走吗？好啊。我觉得你根本就全自动模特，你知道吗？自动。我只要按快门就好，然后你自己摆姿势就可以。是因为这一台的反应好快，马上就是啪就不是先拍，你看。哦，连头发动起来的那个发丝都很好看。所以其实你只要买一台巨牙架这边脸拍的动。对。你根本不用摄影师嘛？没有。我觉得有时候拍照好像就是你只要多拍一点，然后对，你就会。它有时候动很快，比如说很多美的瞬间是稍纵即逝，那你只要很快就可以捕捉到的话，你就会得到一张很漂亮的照片。所以我们今天从以上要学到了，拍照的话角度要从可能从你的侧脸、正脸、左侧脸、右侧脸去找到你的一些比较习惯惯用的角度。那如果在拍照的过程，如果你不太习惯被拍的话，你就经常用你的惯用角度去面对就好。对，再来拍照的过程，除了水平之外，垂直的方向也很重要。那今天谢谢 Kiona， 我们这边我们的美术馆替我们上了一课。暂停10秒钟，我想跟大家分享拍摄人像时所采用的机内设定。基础的调整是正片色彩饱和度减1，影调加1。最关键的设定锐度减4，清晰减4，就能拍摄出柔光感的人像照片。接着进入北美馆旁边的洋楼拍照 ，GR3X 40mm 拍摄室内人像的感受，搭配 GR 机内的柔光设定，面对逆光窗户的场景，光亮处会有发散的效果，光影的质感偏向电影剧照，是 GR 拍摄人像的最佳设定。我根本就不用替你摆那个姿势跟光影，你刚拍的很棒啊！现在的自动曝光太亮了，降低曝光拍一张。遇见自然光的百万摄影棚，分析环境的光影构成。阳光照在灰色地板上，形成反光板，背景的树林呈现往后延伸的景深感。深邃的绿色和人物的肤色有很棒的光影明度差，搭配 GR 自由灵活的构图角度，特别能够享受随手拍摄的纯粹乐趣。感觉不一样嘛？但是洗完手，反正走出来这样子，找到一处很棒的光影场景。那很有故事。对啊，很有故事，很有电影感。因为很有电影感，原因是因为光线它被收起来。复古的背景，好看的光线，很有剧照的氛围。入完影后的下午时间，来场 GR 与台北的街头拍摄。北美馆是很好拍照的地方。我习惯从简单的几何开始拍摄，慢慢的找到今天的拍照节奏。遇见大面积的光影交错，不用任何的拍照技巧，拍出来也会有简洁的基本美感。有时候观察光影就会在原地待上好一阵子，是一种很舒服的舒压感受。透过拍照记录去欣赏自己的成果，相当的幸福。现在散步到中山站，平时人潮就很多，充满许多年轻人在这里逛街。在这个区域散步随拍，很容易就拍出好看的街头照片。GR3等效28mm是街头常用的拍摄焦段，但我今天想要拍以人物为主的街头景色，所以使用 GR3X 等效40mm的焦段取景，构图视角窄一点，比较能在街头中拍出有主题的画面。譬如拍摄行人过马路的时刻，面对逆光的场景，随便按几下快门都会非常的好看。GR 街拍有3个关键设定：快门曝光、
对焦模式、色彩调整。下午的天气很好，可以采取固定快门250分之1秒，搭配光圈缩放 M 手动模式来控制景深。对焦模式可以使用中央 AF 对焦作为一般性的拍摄。选单中开启完全按下快拍功能，并且将快拍距离设为2M， 作为近距离 Snap 的快速拍摄。Snap 的拍摄根据现场的情况，光圈会设置在 F5.6 到 F8 之间，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景深的清晰画面。你只要熟悉 GR 的拍照逻辑，熟练的知道怎样的场景可以使用自动对焦，以及随时切换 Snap 快拍的实际场合，就能感受着拿着 GR 在街头拍摄的乐趣。通常在拍摄之前，我要花5分钟来设置 GR 的基本色调。这是 GR3 的拍摄设定。拍摄的感受会是以暖调为主，高光收敛，些微暗角，并带有中间明亮感是设置的重点。街拍的我经常会有种感觉，摄影的核心好像是某种追求，只要足够的纯粹，其他的环节都不太重要。好像追求存在于时间的每一个瞬间，都不会出现在眼前第二次重复的画面。身为拍摄者，都能单独赋予照片封装的能力。每当想到这点，我就不能不拍照。将自己所感知的温度和画面，透过每一次 GR 的快门，永久的封存在照片的平行时间内。